马一眼，本姑娘又回来了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咱俩单挑。如果你赢的话，我还给你做媳妇，怎么样？喂，马一眼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只敢躲在寨子里面当王八。今天本姑娘送你一个新绰号，你叫马一龟。马一龟，江湖传说你不是男人，我看你就喜欢你旁边的那个吧。难怪你娶不到媳妇。见官说官话，见匪说匪话。反正我要是马一眼的话，哼，我可受不了别人这么说自己。学心理学的就是不一样哈，咱们帮帮他吧。寨主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刚刚好勇猛啊！子弹打到地上你都不怕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寨主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牌匾都掉下来了。那你还踩一脚啊？哎呦，寨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看我这脚都不听使唤了，还不把牌匾放好？快一点儿！哎呦，寨主。你可不要上当啊！他们就是故意引你上钩呢，寨主，你不要去嘛！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，就算是有计，我也奉陪到底！备马，走了。撤！赶紧把钉子放下。好了，走。哎呀，寨主，你看今天烟雾这么大，肯定是炸呀！您虽然英雄盖世，可也不能不防啊！寨主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有炸又如何？我对这片林子就跟家里炕头一样熟，我怕他埋伏。笑话！别跟我这娘们唧唧的，要回去你自己滚回去。你确定这不是一只猴？是萧教官吧？行动！走！马爷，今天本姑娘就让你曹操下江南，来得凶，败得惨。这些个没用的东西，就凭这几根破绳子想要绊住老子，你们太嫩了！老子的马跟老子一样，都他妈不是吃素的！哎，我就说他肯定有问题。刚才我就看见你们了，挺高个子，头发最长那个。哎呦，哎，寨主，
螃蟹土唾沫，你们他妈没完了是吧？正好让你们知道一下我们寨主的厉害啊！寨主，你好厉害哦！都出来吧！你们快出来！你们这么躲躲藏藏的有什么意思呀？我告诉你们，真没意思。美人啊，跟我回去过日子吧。回来跟我们寨主过日子吧。你不是要单挑吗？我来陪你1对1。我来陪你1对1啊！不，我陪寨主1对1。出来吧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手怎么样？不碍事，小伤。走。臭小耗！老实点，别动！住手！走吧。老实点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小浩，哎，你放开我！向我别冲动！别拦着我！你敢上去，我弄死你！把他放下！干什么，小浩？有种你就弄死我！以为我不敢吗？哎，别冲动！行了，小浩，好了，别冲动。冷静点。马一眼，你终于肯出寨了。我这算是阴沟里翻船，要杀要剐随便。我们也不是想要为难你，我们只想拿回我们的物资。我吃到嘴里的肉，你让我吐出来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我马一眼自从当上土匪那天起，就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了。这批货给我弟兄们这个冬天吃饱穿暖，我死也值了。动手吧！哎，别！马寨主说的这一番话真是感天动地。你兄弟的命是命，这些难民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你劫了难民的救济品去养活寨子，你这不是不讲道义吗？老子听不懂你说什么。那批物资，明明就是为了讨好大帅运送的军用物资。你从哪儿听到的消息？关你们屁事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抢的的确是大帅发给灾民的救济物资，我们只负责把物资运送到发饭点去。你们这上下嘴皮一碰就让我相信你们，别在这假仁假义了。你们的大帅怎么起家的，谁都知道。匪劫匪，黑吃黑，天经地义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，别上，快点！小兔崽子，你们敢碰我们寨主试试？今天他要少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！
快放了他！哎，听见没？你们还物资，我们放人。不许还！如果谁要是还了，就是死罪。传我命令，二当家接班，为我报仇。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闭嘴！啊，寨主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死什么呀？我说是如果我死了，那你也不能说这些丧气话呀！你不能死。对方的人多，那臭小子，我们弹药不足，你赶紧再从另外想办法。寨主身上起来，小点声，别让他们听见。听见没？起来！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快点！把他放了。嗯？哎，你开玩笑是吧？去把他放了。哎，你没搞错吧？你可以走了。你可别后悔啊！哎，寨主，你没受伤吧，寨主？马一眼，上回你抓我们是偷袭，这回我们抓你是使诈，大家扯平了。我说过要和你单挑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们就来单挑。美人儿，你把我放回来，就不怕我把你们全杀了吗？啊？我既然能救你一命，就能随时把你的命给拿回来。好样的，有魄力！我马一眼佩服。交你这个朋友。教官，你在此稍等，我去把你那批物资给你送过来。回去。忍着点儿啊！你这飞刀跟谁学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手？我之前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一些马戏团的朋友，他们教了我一点皮毛。皮毛？就你这点皮毛都能出门支摊挣钱了？
就你刚才凶巴巴的样子啊，都能出去当门神骗钱了。他说你是鬼见愁。我话多。脸怎么红了？啊？什么脸红啊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脸红了？我2只眼睛都看见了，还拼呢！别动啊，小心回头落了疤嫁不出去，再赖上我可倒了大霉了。不要把自己当葱花好不好？人人都抢着下锅啊！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好了。肖教官，快点儿！物资给你送回来了。教官，物资在此，如数奉还。我替难民们谢谢马寨主。马寨主，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物资的消息是怎么知道的？那天啊，有个人用飞镖发了一封信，信上说有一批军用物资，我也没想到是真的。能查到消息的来源吗？来源，除了这封信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肖教官，我马某这辈子没服过女人，你是第一个，我是真心的佩服，也是真心的喜欢。哎，佩服可以，喜欢就免了。我们家这位呢，已经名花有主了，你就不要打主意了。反正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万死不辞。马爷，谢谢你。哎，你这飞刀真挺可以的啊！还行吧。一个不留，给我全部打死！好，好，好。上面的兄弟们，你们是马寨主的人吗？他已经对我们放行了，麻烦你们让让路。给我打！怎么回事？我弹药不足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继续打！
你们两个。 你们三个上，快点儿！喂，别打了，省点弹药。听话。你能尊重我点吗？ 哦，不错，哎呦，不错啊，厉害啊！呀，没子弹了，快跑！啪！哼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 刚才没子弹了。分路包抄，把他们都给我灭了！快！不错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刘副官，谢谢你带人来。说，哪路人？说呀，快说！这样吧，少爷，我负责把他押回去审讯，你们赶紧去送物资，回去复命。来，他应该不是马一眼的人。如果是马一眼的人，就不用蒙面了。爹，怎么了？这个向浩还有萧寒下山了，没死，怎么会呢？这个马一眼不但没杀他们，把他们的货还还给了他们。我本来带了人假装土匪，想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，谁知道这时候向少达的人赶到了，真是算他们命大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厉害。爹，这萧寒、沈文涛、向浩，这3个人对我们威胁实在太大了，我们一个都不能留。你叫赵四，啊，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，我是辽西那边赵家店的，就是听说这旮瘩有肉，想过来捞一把，结果让你们给抓了。你当我们傻呀？你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？你刚才说听说，你是听谁说的？道上有道上的消息通路，我就是说了，你们这些学生娃也不懂。反正俺们就是得到消息，
说马一眼地盘上有货，我们就来了。所以你知道这是马一眼的地盘？知道啊。既然你知道是马一眼的地盘，那你就应该清楚，就凭你们那10几个人，跟马家寨比起来是几斤几两重。马一眼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你敢打他们的主意，摆明了就是送死。饭都吃不上了，还要命？反正不是被打死，就是被饿死。当然是能搞就搞，能捞就捞。就算你们不要命，可为什么你们时间也算得那么准？刚好就在我们拿回物资下山的路上伏击我们。哎呦，这就是赶上了。谁知道这么寸呢？我警告你啊，别跟我耍花样，听见没？你刚做了爹啊？你很疼他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你是打算把这次的事情全扛在自己身上，做个替死鬼是吧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死了，他们孤儿寡母的怎么生活下去？可能你以为你的主子会替你照顾他们，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以你主子能策划出扮土匪杀人的局，他肯定是心狠手辣。别说替你养家，只怕担心你会泄露秘密，杀你的全家。够了，别说了，反正怎么样都是死，老子不怕。其实除了死，你还有别的选择。如果你跟我们合作，把知道的说出来，我们不但会放了你，还会派人保护你的家人，再给你一笔钱。事后，你就可以带着你的老婆孩子到别的地方生活。怎么样？你们真的有这个本事？废话，项少达和沈国顺的儿子的保证，你还不信？说吧。好，我说。这是你们校长李继周叫人送过来的，里边有这个犯人家里的详细资料，有名字有地址，可能对你们办案能派上用场。他们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知道了。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啊！别乱来啊！别过来！别乱来啊！你别过来！哎，来人！快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乱来！别过来！你把枪放下！不要！你奶娘的病怎么样了？苏医生做检查说，只要做了手术就没事了，一切还算顺利吧？顺利就好。文涛，自从我来到军校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举手之劳，还谢什么呀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对，你就是我在龙城最好的朋友，好兄弟。这样。校警官，今天都讲什么了？能再给我说一遍吗？申浩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没有啊，我在请教校警官问题啊。啊，你跟我都是学生，我就不能学习上进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学？学习这个事儿啊，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。所谓是后者多劳，对不对？你说呢，校警官？对，我请求你单独给我辅导，好吗？我考虑。哎，沈同学，哎，我没空再聊啊。走吧，快点。夏豪，你耍什么花样？你放开我！这是我的手，你把我的手抓痛了。这不是你的手，这是我的手。咱们俩一天没有解除婚约，你就是我向浩的未婚妻。不光这个手是我的，你从头到脚都是我的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跟别的男人说话，好吗？有病！你给
给我放不放！你不许和别的男人说话，也不许别的男人碰你，更不许看别的男人超过3秒钟。凭什么呀？我卖给你了吗？啊，就算我卖给你了，地主看长工也没有这么严的吧？给我表现这么差的话，小心我不还你耳环。你先把耳环还给我，立刻。可以啊，说不定哪天你把我哄开心了，我就把耳环还给你。找死！打呀打呀！放手！放手！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哟，不要跟别的男人见面，不要超过3秒钟哦，不要让别人碰你，记住哦。记你个大头鬼啊！拜拜。麻烦你了，薛护士，就不能破例一次，让我进去看看我奶娘吗？现在是午休时间，不允许探视。可是我只有今天中午可以出来看她。那你可以明天再来啊。可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。对不起，医院的规章制度不能因为任何的私人原因就随便更改。赵琪，这张呢，是苏医生签的特批探视证明，他可以进去了吧？好吧，你进去吧，但不要逗留太久，病人需要休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也帮我谢谢苏医生。其实你不用谢苏医生，谢谢我的一手好字吧。刚才那个证明是我临摹苏医生的笔记签的。没想到像你这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也会做这种事情啊！为了实现一个善良的愿望，有时候破坏下原则，我认为是值得的。哎呀，这可麻烦了，一个向浩，一个沈文涛，都喜欢肖教官，这可怎么办？少爷，生日蛋糕是按照您的要求特别定制的。那字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萧寒生日快乐。好，您放心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肖教官生日。浩哥，重磅消息，独家爆料。小雨，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嗯，小雨，想我没有啊？我好想你，不高兴啊？是不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过来看你啦？小雨，你不要生气嘛！我跟你讲个秘密啊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祝我生日快乐吧！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我今天在医院见到你跟少奇说，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所以我就猜到了。虽然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不过还是要再说一次，谢谢你。其实呢，我也要说谢谢你，因为你在我的世界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想说你是一个很特别、很有意思的女孩。小雨，喂，怎么过生日都不叫我们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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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你生日，你都不告诉我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文涛，小白说让我们俩也过来，是不是？
就算是吧。肖教官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，应该吃面。我呢，亲自给你下了一碗挂面，希望你长长久久，长命百岁。挂面啊？你是让我快点挂掉吧？小白，怎么回事？人家肖教官过生日，你怎么让我送挂面呢？这不是让人家早点挂掉吗？我这……哎呀，好了，别啰嗦了，进行下一个话题。啊，对，知道肖教官喜欢歌舞，那鄙人呢，昨天晚上连夜彩排了一段歌舞剧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排我队形，来，哎，好，哎，音乐起。兄弟，我预祝你今天旗开得胜，所向披靡，加油！今晚就看你了，啃的啦！耶！等你啊，快点啊！哎呀，香浩哥哥，你就跟我进去嘛。石薇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今天呢很漂亮，快去找杜峰去，快！你有舞伴了吗？你的舞伴是谁啊？我都要看看你的舞伴是哪家的名媛佳丽。哦，沈助教。哇！这不是萧寒教官吗？这就是你的舞伴吗？今晚不是实战演习吗？人质呢？敌军呢？百姓呢？怎么就我一个人打扮成这样？他打扮成这样，你不嫌丢人吗？我打扮成这样够认真了吧？我倒是很喜欢这种风格和感觉。来，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喂，沈腾，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他也没有用，他穿成这样是进不去舞会的。他穿成什么样我都喜欢。哼！
他也落单吧。来，坐下，你别哭啊，有什么事坐下说。坐，哎，坐，哎，快点坐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头型都乱了。来，给你戴上。肖教官呢？跑了啊？跟谁啊？谁不道？怎么又被他给劫了呢？好了，哎呀，好，你看这么多教官，你看这么多妞，那个啊，随你选。不要，机会有的是，今晚兄弟们陪你。哎呀，回头给你找几个好的，乖啊。肖教官来了。我不会跳这种舞，会出丑的。你去了德国那么久，没有学会跳舞啊？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我都等你好久，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我请你跳舞不用经过他的同意吧？今天他是我的舞伴。你，我不管他是谁的舞伴，今天我就要请他跳。小韩，好啊，你想跳，我跟你跳。哎，两位，跟我跳舞，你行吗？试试。那就试试看了。
家一起跳。哇！刘洋回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！肖教官这么火了，老大你行吗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吗？应该跳优雅的舞才对。你看她跳的什么玩意儿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活泼可爱。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干的好事。我。相好，臭相好，为我打扮了整整一天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沈文宇小姐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肖教官，你回去啊。嗯。要不要一块儿去吃点东西？吃东西啊？嗯。你不饿吗？我们去附近。哎，沈文涛，快去看看吧！哎，真的不好了，韩旭和高美人在里面打起来了，拦都拦不住啊！你快去看看吧。拉都拉不住，我先去看看。好厉害呀！好，快走吧。哎，你快进去看看吧。对呀，水流成河了，你进去吧。回宿舍啊？嗯，同路哦。嗯。哎，女神，小心！哎，你看这个天下雨了，这个夜晚显得格外浪漫啊！看，还有那个月亮，多大、多亮、多圆呢！下雨你还看得到月亮啊？是这样啊。鉴于你近期表现得非常不错，咱俩的婚约就不解除了。不解除婚约了？我没听错吧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！不要太高兴哦。怎么会有人说话不算话？不解除婚约就是不讲信用喽。当初有人跟我说，无论如何都要跟我解除婚约的呀。
是吗？嗯，我说过吗？说过。啊。嗯。不是，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相好哪儿不好？全龙城的姑娘都要嫁给我，就你啊，记得了吧？就是有人说过啊，就算全龙城的姑娘都死光了，也不愿意娶我。这不咱俩还有婚约呢吗？你都说到这儿，你还不明白啊？人家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人家喜欢你。你认真的？你看眼神不认真吗？打从我第一天认识你开始，你就用各种的机会耍我。你觉得在我眼里你是认真的吗？全是认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我平时那样，我对感情很认真的。这还是我的初恋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对我的感情负责。这真是我的初恋。西洋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会变魔法的仙子让穷人家的女儿灰姑娘变成了公主的样子，去参加王子的舞会。舞会上，王子爱上了灰姑娘，灰姑娘也对王子动了心，但是她却无法接受王子的心意，因为她知道时间一到，仙子的魔法就会失效，她就会重新变成那个又穷又脏的灰姑娘。王子根本就不可能爱上这样的她，灰姑娘也永远不可能是那个公主。都说到这儿，你还不明白啊？人家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人家喜欢你。夏浩，你干什么？你耍什么花样？你放开我！这是我的手，你把我的手抓痛了。这不是你的手，这是我的手。一天再来没有解除婚约，你就是我向浩的未婚妻。不光这个手是我的，从头到脚都是我的。从今往后不许跟别的男人说话。生日快乐！其实呢，我也要说谢谢你的，因为你在我的世界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好好笑啊！别多想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萧寒，你只是钱宝宝而已。现在的这一切都不属于你，赶快把娘治好，就彻底离开这里吧。别做什么灰姑娘的梦，你就是一根默默无闻、随遇而安的狗尾巴草。干什么？昨天晚上我没有耍你，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瘟神，总是躲着我。我现在很严肃、很认真的告诉你，我想好喜欢上你了。你有没有吃药啊？生这么重的病要去看医生的。我说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你的脑袋瓜里有深思熟虑这4个字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开始追你，有种你别逃。无聊。哎，我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文涛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你对萧寒有意思。可现在向浩像狗皮膏药似的贴着他，难道你都无动于衷吗？是男人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尤其是在向浩那小子面前，绝不可以认怂。现在是在硝烟的战场上，不是讲风度、讲面子的时候。
在爱情的战役中，你必须顶着滚滚硝烟，在枪林弹雨中夺下萧寒这块宝地，胜利非你莫属。哼，至于向浩，就让他半道阵亡好了。行了，我明白你们在说什么。沈文涛，你找我？是，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那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第一次格斗考核第1名的徽章，这对我很重要，我想请你帮我保存下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个对我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希望你看到它，就能够想起我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家里一大堆，全都送给你。你这里怎么回事啊？是我刚才格斗的时候不小心撞的，不用关心我。拜托你每次格斗的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，好不好？你关心我？笨死了！沈文涛，我印象中你格斗只拿了1次第1名，还是我不在军校的时候。是啊。你家里的确有很多格斗训练获得的第1名的徽章，但是也有很多理论考试不及格的成绩表。你要不要送给肖教官一些？不用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要以为你是学霸，就以为所有学校里的女孩子都会喜欢你。肖寒，你是喜欢他，还是喜欢我？你这问题太无聊了，我不回答你。哎，你不回答，我就当你喜欢我喽。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胡搅蛮缠的。听到没？他就讨厌你这种胡搅蛮缠的。向浩，拜托你听清楚，他是说你胡搅蛮缠呢。我不听啊！麻烦你检讨一下自己好不好？嘘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告诉你我和萧寒之间的关系。心如，我有些话要跟他讲。来，你跟我来。哎，死士，还有话要对我说？哇，下雪了，好浪漫哦！哎呀，烦死了你！哎，干嘛呀？哎，你拉我干嘛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沈文涛说你是我未婚妻的事儿？是谁当初说你愿意娶头猪也不愿意娶我？大丈夫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不喜欢你。你。反正辉月在，你赖也赖不掉。你要想赖的话，我就跟全世界说你是我的未婚妻。你敢？走着瞧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真的，我都笑死了。是吗？那是真有意思。哎，沈助教，听说肖教官昨天晚上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。反正我觉得呀，他还不如谢主任跳得好呢。谢主任？谢主任也去舞会了？是啊。我说菲菲啊，菲菲啊，每次舞会你都不去，非喊着我喝酒聊天，害我错过这么多好戏。好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找谢主任，告诉他你想和他扭腰。哎，菲菲，我开玩笑的，别闹。哎。他还真去了，你真去？我才不信呢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去哪儿了？文涛，照这架势看来，你要再不主动出击的话，肖教官就被向浩那小子抢走了。你看向浩看肖教官的眼神，就跟大灰狼看小白羊一样。可不是嘛，在别的事情上面可以做谦谦君子，但是在感情上，谁让步谁吃亏。我看肖教官对你也挺有意思，你也别跟向浩客气了，一举出击，把肖教官拿下。我的话听见了没有啊？老大，我们的话你听到没有啊？
什么涛？什么涛？你说什么？我刚才说小雨不见了。我陪你去找。完了，全被看到了。你平时被谢天骄看的还少啊？小雨，怎么办啊？他不见了，会不会被人抓走了？早知道我就不应该把他丢在这里，他现在一定很饿。没事的，小雨这么乖，一定不会跑远的。小雨，小雨，哎，小雨，嘘，你听，小雨，小雨，你在哪里？小雨，小家伙，终于找到你啦！你不可以乱跑，你知不知道？找了你很久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被坏人抓走了呢。小雨，你这样我会担心的哦。哎，他狗窝坏掉了，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啊？没事的，我帮他修好吧。我们帮你修好啊。这样吧，小雨的家就会很结实啦。哇！好了，搞定了。小雨，你看你的家好棒啊！谢谢文涛哥哥，谢谢。好了，可以回家喽。那我回去了。有这个家以后就不用再逃啦。这么温暖的一个家，肯定不会再逃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是帮我照顾小雨。我其实想照顾的不仅仅是小雨。其实有很多话，我想告诉你很久了。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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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干嘛呢？我跟萧寒我们俩，因为萧寒是我的未婚妻。夏浩，你别胡说。我胡说了吗？他刚才嘴都离你那么近了都。我警告过你，让你不要跟他在一起，不然我就把你是我未婚妻的事情说出来。沈文涛，实不相瞒的告诉你，萧寒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萧向两家20年前就定了娃娃亲，麻烦你今后不要再打扰我的女人，好吗？说实话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那嘴都亲上了。你别拉他扯，我自己走。你干什么你？你别拉我！哎呀，小浩，你不要拉我！你干什么？你把我放下！喂，放下我！你放我下来！我不。我抱我媳妇儿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怎么能够不经过我允许，随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啊？这么光明正大的事儿，我干嘛不让别人知道啊？你先放我下来！我不想和你这个自大狂扯上任何关系。放心，不出明天，全校的师生都会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。体香不错哦，好好闻的哦。好闻。哎，文涛，现在都民国了，什么婚约不婚约的？现在流行自由恋爱。你要是真喜欢，就真刀真枪的跟向浩去抢，我们两个都支持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文涛是这样的人吗？文涛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
其实我看这萧寒也没那么好。是啊，没那么好，不就是皮肤白点儿，眼睛大点儿，笑起来可爱点儿，为人亲切点儿吗？说什么呢？他不是这意思啊。行了行了，不用安慰我了，我没事。想起来还真是傻，难怪那个时候，他也说过当我是哥们儿。哎，沈文涛，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带给萧教官，我赶着去档案馆送资料。哦，好，哪一封？第一封。这封吗？啊，谢谢啊。这是我请的德国翻译。你不是懂德语吗？长长气势嘛，别让德国人觉得我们很好骗。真的想不到你懂那么多魔术。因为魔术其实有时候就是利用观众心理的技巧嘛，这一点雕虫小技怎么能吓倒我？我行走江湖。萧教官，王记客栈的小二刚刚来送信，说你奶娘的病情又加重了。请问看到萧教官了吗？没有，看到萧教官了吗？没看见。请问看到萧教官了吗？哦，没注意。谢主任，请问你看到萧教官了吗？萧教官，刚刚急匆匆的跑出去了。医院来人说他奶娘的病又犯了。谢谢。请问看到萧教官了吗？哦，他在抽血。好，谢谢。不行，你已经达到献血额度，再抽下去你会没命的。薛护士，我奶娘好不容易坚持到这个时候，眼看着就要动手术了，我不能让她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。你抽吧，我坚持得住。那我可提醒你，要是继续抽血出现任何问题，医院是不会承担责任的。我明白了，继续吧。你相信我吗？一直相信。以后不在课堂上的话，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好了，什么同学、教官的，听着好别扭。好，萧寒。嗨，文涛。自从我来到军校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举手之劳，谢什么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是我在龙城最好的朋友，好兄弟。萧教官，萧教官，萧教官，快去叫人！去啊！苏医生，小寒，苏医生。哎呦，文涛，我来捡。萧教官呐，你看清楚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不，这是我今天无意间得到的，里面那个萧寒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萧寒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是说这个萧寒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萧寒？其实之前有几次我也很怀疑，但是没有得到落实。我们假设他真的是冒充了别人的身份，那所有的解释就合理了。不是，既然这个是假的，那真的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韩旭啊，你爹是军需处处长，跟黑白两道都有关系。我想你帮我查查，极大任务信不过。哦，好，记住，千万要保密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哦，知道了，那我现在就去查。好，拜托了。
萧寒，今天是5期，你在那里一切都还好吗？天气冷了，要记得多穿衣服。很抱歉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冒用你的身份。可是为了要治好我娘的病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钱宝宝不奢求你可以原谅我，但是宝宝下辈子做牛做马，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老大，你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有一些眉目了。那个萧寒确实是假的，他的身份大有问题。韩旭，你说吧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简单来说呢，你猜的没错，咱们这个萧教官是假的。我顺着他奶娘的线索一直查，发现他真名叫钱宝宝，是个养马戏团的演员。之前欠了很多高利贷，因为要躲债，所以逃到龙城。他所说的奶娘其实是他亲娘，他们母女俩一直跟着马戏团辗转流浪全国各地，但从来没去过什么德国。可是为了要治好我娘的病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钱宝宝不奢求你可以原谅我，但是宝宝下辈子做牛做马，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至于甄萧寒到底是谁，我也查过了，是江南的大家闺秀刘德的博士，在10几年前由家里做主，跟向浩定了娃娃亲，2个人小时候见过面，长大之后就没见过了。我拿着这张照片，找钱宝宝来龙城那趟火车上的乘务员辨认过，他们说萧寒那天也在那辆火车上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下车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萧寒在那列火车上失踪了？我问过乘务员，那列火车上那天发生过暗杀事件，曾经有过激烈的搏斗。后来他们在清理车厢的时候，在车厢的连接处发现了血迹，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人坠车了。我个人判断，萧寒应该就在那个时候受累坠车，生死不明。阳城来龙城的路上，一路盘山，全都是悬崖绝壁。萧寒若是在那个时候坠车的话，那的确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。所以钱宝宝目睹了萧寒之死，选择了沉默，代替了萧寒当上了我们教官。我想，他应该是为了给他娘治病。可现在这事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这件事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文涛，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在我们这龙城军校，冒名顶替是死罪，包庇罪也不轻啊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钱宝宝跟我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天，如果有一天他真被送到刑场上的话，不要说是你，我们也舍不得。但是情理归情理，这件事到最后还得讲法理呀，这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世吗？韩旭，沈文涛，我先走了。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如果我发现我的朋友违反了校规，还对我说了谎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是在说韩旭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讲原则、黑白分明的人，可是最近我却发现我变得拖泥带水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一定有自己的决定吧？那如果是你呢？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跟从我自己的心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孰重孰轻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就拿杜峰偷了学校的钱，帮助阿婆还有孩子那一次，在我心里面，那就是一件正义的事情。可是也许在你的心里面，就是一件错事。可能是因为我不近人情吧。你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不近人情，要不然在重要关头，你也不会帮他了。那是因为我不想你被冤枉。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啊，向浩？你们两个吵你们的啊，别拦着我吃东西。吃。慢慢吃啊，麻烦你。又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警告你，我向浩的东西，你抢不走。你是说包子，还是萧寒？明知故问。告诉你啊，这不是劝告，这是警告。我也告诉你：一，萧寒不是东西，他是人，可以选择；第二，以你那么幼稚的行为，只会害了他。这不是劝告，是警告。沈涛，亏你还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你们看看，朋友妻不可欺，你干嘛这样对我呀你？我这不是气他，是帮他。还有，别怪我不提醒你，吃饭时间还剩5秒。沈文涛、向浩在，带领你们的组员马上到训练场集合。今天由我代替欧阳教官给大家上野外生存训练课，科目攀岩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出来。这是向浩和沈文涛的碗，难道？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时候你还在背唐诗三百首呢吧？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下来之后被我给狠狠地揍了一顿？系好安全绳。文涛，沈文涛，玩点刺激的。这不是开玩笑，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？如果你要是害怕呢，尽管说出来，不然丢了命可就不好玩了。文涛，你别听向浩的，那样太危险了。哎，佩服！兄弟们，你们听好了，今天是我跟沈文涛的对决，中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们都不要插手。哎，要不要开始那么多话？向浩，先别动。不动，不动，等着你抄我呀。不是，你有没有觉得头晕、四肢无力？真是废话，爬山哪有不头晕的？我怀疑我们都中毒了。你有恐高症吧？中毒。